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谈10个失功能家庭常见的现象。中国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多家庭在关起门之后呢，其实是有着失功能的一个互动模式，而这会造成他们彼此之间情感和自我内在的一个创伤，而这些有毒的互动是外人都不知道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讨论这10大失功能家庭常见的一个现象，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一样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未来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失功能的家庭里头会有哪些常见的现象呢？在这些家庭的核心里头，其实常会有一些潜在规则，是会让他们之间的互动变得是非常的扭曲，而且是有毒性的。而这样子的一个规则会造成彼此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混乱，然后会造成情绪的一个波动或者是恐惧，而这也会让我们家里的人，尤其是孩子们，感觉自己是被困住了，又或者是感觉被忽略，然后在情感上面都是有一种伤痕累累的感觉。我们希望能够再跟大家谈谈这个潜在规则，一些失功能的家庭的潜在规则当中呢，能够帮助大家看见这些具有破坏性的互动模式，也能够帮助你呢找到摆脱他们的一些力量。那我们先来看看有哪10种失功能的一些潜在规则。第一个，他们爱你是有条件的。在这些失功能的家庭里头呢，爱和认可通常是来自于你有没有去做到你这个人的社会期待，也就是你这个角色该扮演的一个样子，又或者是你这个人被期待的一些成就。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你就会发现你是不被关注的，你是不被受到肯定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会变得有低自尊的一个现象，因为他们学到的呢，只有当我达到预期跟标准，或者是某种成就的时候，你们才会注意到我，我才会感受到爱跟关注。第二个，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听话，听话是一定要的。也就是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头呢，他们其实是需要压制某一些人的声音，然后你不能够去破坏这个要求，也不能够就是主张你自己的主见。所以呢，在这里头已经产生一个阶级的一个状态，而这其实就是一个失功能家庭里头常见的一个规则。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呢，会破坏一个人，尤其是孩子，他们的一个自主性，还有他们去表达自我的一个部分。那这就会让我们这样子的关系变得是比较有毒的一个关系，也会让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产生失衡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创造一个阶级式的关系，以至于呢，对方会是一个听话，然后守界限，或者是不会表达自己的人。那长期下来呢，就会导致这个人会变得非常的自卑，也或者是呢，没有办法为自己画下一个健康的界限。第三个呢，就是有完美主义的要求。在失功能的家庭里头呢，常常会发现他们对家人都要求要做到完美，会设下很不切实际的一些标准跟期望，然后呢，没有办法容忍错误，或者是失败呢，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或者是批评。而这些呢，就会造成家庭成员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也会产生一个焦虑跟害怕的一种感觉，那就会一直不断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败，或者是很害怕自己是不够好的那个部分，而这就会很难让孩子培养一个健康的一个自我价值，也会让一个人失去对于自己的梦想或者是目标去追求的那样子的一个热情。第四个呢，在家庭里头是没有办法表现脆弱的。怎么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失功能家庭里头，去表达你的情感，表达你的情绪，不管是正面还是比较负面的情绪，
都是不被允许的，是会被压抑的，是会被抑制下来的。所以呢，如果你有去表达情绪的时候，你不是被笑，或者是就是会被骂，又或者是有其他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结果。至于呢，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就学会我不可以表达情绪，因为表达情绪是不好的。而这样子呢，也慢慢的就会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孤独感，跟一种孤立感，感觉自己就是没有人懂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态。第5个，外表比你的实质还要来的重要。所谓的外表不是只是指外观的这个部分，而是指各方面在外人看起来的状态比我们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还要来的重要。例如说呢，可能家里的家境目前不是很好，可能父亲呢最近生意失败，然后有一点中落的一个状态，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又或者是呢，其实妈妈对于媳妇是很有意见的，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些家里其实真正发生的一些状况是不能对外的，在外人面前都要表现一副我们一家人和乐融融，我们家一切都非常好的那样子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呈现一种假象。在这样子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呢，就会有一种没有办法表达真实的自我，会觉得如果我去说了任何我们家的事情的话，会让我们家人丢脸，会使得这些孩子呢没有办法去向外寻求协助，或者是希望别人能够理解，因为他们觉得我必须要为家人保密。第2个呢，就是家里一定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是代罪羔羊。怎么说呢？在这种失功能家庭里头呢，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一定是某一个人的错，一定是有人有错，所以在家里头就会有一个人常常会是那个代罪羔羊，就是都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全家人都会把错都怪到你这个人身上，然后呢，就会增加彼此家人之间内在的一种怨恨，还有一种内疚或者是羞愧感。而彼此之间也很少有真正的一个连接，这也会阻止了家人之间用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去面对跟解决问题，或者是沟通彼此之间的一些困扰，而这都会让家人之间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感。第7个，暴怒是一种常态。在这些失功能的家庭当中，我们常常就会发现呢，爆发性的一个愤怒其实是常见的，而且是被预期，好像就是这是常见的一件事情，这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彼此之间有那种充满敌意的言语啦，或者是肢体的一些攻击，也都已经变成是常见的一个互动模式。而这样子呢，其实会在家庭之间创造一种害怕、恐惧啊的那种很有紧张的一个有毒的环境，而且也让彼此之间失去了一个可以好好沟通、有效健康的去解决冲突的一个机会，这会让孩子的心理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第8，你必须要选边站。在彼此之间、家人之间呢，如果发生任何冲突的时候，会发现你要听我的，还是你要站在他那边，会变成是你是我这一国的，还是他们那一国的？那大家就会开始拉拢，然后甚至在家人之间造成一种分裂，然后也会因此而减少了一些信任感。而这样子的一个裂痕呢，就会让家人之间没有办法一样的好好的沟通，或者是好好的彼此有一个对话，甚至是找到一个妥协的一个平衡点。第9呢，彼此竞争而不是合作。在家人之间常常看到的就是彼此都是在竞争的，尤其是孩子之间，如果有一个人的成就是比较好的时候，就会被其他的人拿来竞争或者是比较，所以彼此之间呢，其实没有那种所谓的为你好，或者是为你的成就感到高兴，大多数是一种哼，你这样子，那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又或者是你那也没什么，我比你更好，常常都是在一种嫉妒跟比较，还有竞争的一个心态下面去互动，所以彼此之间其实是容易会充满敌意，然后不信任，甚至是会有一种被背叛，或者是彼此背叛的一种感觉。而这样子呢，也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我要为了我自己的成功着想，我不想也不需要为别人着想，而我不需要一个团队合作的一种心理。第10个呢，就是否认。
我们常常在这种失功能的家庭里头看到，就是一种否认。面对于有问题的一个状况，又或者是有问题的一个互动模式，没有办法好好去面对跟承认，确实我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常用否认跟否定的方式来去面对这些事情，当作它一点都不存在。而就减少了我们可以好好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是改善我们互动的一个机会。而这其实就会造成家人之间养成一种情绪的压抑，又或者是没有办法在家人之间有好好的一个真正的一种联系跟沟通，而我们之间就会少了一些 connection， 它会造成我们这样子一个失功能的一种无限循环，会让家里的成员在自我疗愈跟自我修复的一个部分呢，显得特别的困难。今天就跟大家谈这10个常见的失功能家庭的一种潜在规则，或者是常见的现象。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呢？又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跟我们讨论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哦。其实跟大家讨论这个也是因为我自己对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互动非常的有感，常常看到在我们这样子一个大文化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常常充满了一种竞争跟比较，而不自觉的少了一些真正的关心跟连结，而这会让我们有一种距离感，又或者是没有办法有更深层的连接的一种感觉，这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力。那我想要跟大家谈这个部分，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影片，提升更多人的一个自我觉察。而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觉察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力量去选择我还要不要持续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对方互动，又或者是我还要不要持续被这样子的一个动力所操控住。那我们有机会选择，或者是做出不一样的反应。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影片，帮助你建立更健康的界限，又或者是去寻找或者是培养出一个更有支持性的一些关系，让你可以有一个更健康的心理跟人生。不知道你对于今天这样子的影片感想如何呢？如果你觉得对你或身边人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出去哦，让更多人都能够受到帮助。感谢你的收看，那我们下次见喽。